只要1步、2步、3步就把谷歌邮箱给注册好了，根本不难。大家好，我是阿普，相信各位在注册谷歌邮箱的时候，可能会经常遇到这些问题，例如无法验证手机号码，无法接收短信验证码，导致无法注册成功。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教大家怎么样去用电脑以及手机去申请这个谷歌邮箱。我讲一下注册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在短时间内去大量重复申请。那为什么会有手机验证或者说短信验证这个环节？就是因为你大量重复去注册了，导致平台它会误以为你是一个程序代码，预防你大批量的去注册，占用宽带资源。所以在注册之前，我们需要先把自己的电脑以及手机环境先处理一下。接下来向大家展示一下一个顺利的版本。那么不顺利的版本应该是大多数人遇到的情况，我会在后面去展示我的解决方案。那么首先第一个 T 值要设置成全局模式。如果各位用的是小火箭的话，记得点击这一个设置，把这里 Always On 打开。那么这样打开的话，就能够保证我们所有的流量都走的是国外的节点。浏览器设置成无痕模式。好，我们接着打开谷歌的邮箱地址，选择创建账号，个人用途，接着我们输入名字就好了，可以随意填写。那么年月日呢，建议大家选择18岁以上的，性别按照真实情况填写即可。那么到这个环节就是创造你个人邮箱的一个名字了，这里大家要记住，然后密码也要记住。到这里的话，应该一切是比较顺利的，我们直接点下一步就可以了。各位的界面可能和我不太一样，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各位常见的一个问题。到这一步的时候，遇到了我们要填写电话号码怎么办呢？首先这里分2种情况，我们可以首先选择我们中国的电话号码。像我的情况的话，因为这个号码我已经之前验证过了，所以这次选择的时候它就不会让你通过。那么这里方法就是你可以找另外一个号码。那我一般建议大家不要选择联通的，你可以选择移动的、电信的，因为这2种类型的号码我尝试过都是可以收到短信的。那如果这些号码都不行，我们去检查一下我们的个人的 IP， 我们挂的梯子它的伪装程度怎么样？你像我自己的话，我的伪装程度还不到80，也是可以去通过的。我给到各位建议就是你可以选择欧美地区的，或者说美国的，以及你可以更换一台电脑。等一下我会和各位去演示一下如何用手机去申请我们这个邮箱。也就是说，回到刚刚开头那个话题，我建议大家你一台电脑或者说你一个网络不要同时大量申请这个谷歌邮箱，因为它会触发这个风控机制。那接下来给各位介绍第2个方法。怎么样用手机去申请这个谷歌邮箱？先把这个网络环境给处理一下，我们把这个网络给打开，然后选择全局代理模式。如果说你用小火箭的话，记得把这个 Always On 给打开。我们来到这个谷歌邮箱，还是和电脑端申请是一样的。我们点击申请个人账户，然后输入名字、年月日，然后再创建自己的邮箱。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各位我建议大家，你用手机申请的时候，你换一个 IP， 因为我的这个手机已经大量申请了。这个东西它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大家你只要更换设备，更换一个网络，那么基本上都可以申请下来的，它不会说像注册 TK 那么难。然后我还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各位的一个节点问题，你们尽可能选择一些小众一点的代理商，人没那么多的，那么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个节点相对来说是干净一些。那你去登录 Facebook 啊，登录 Instagram 啊，登录 YouTube 啊，都会没什么问题。那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介绍给大家，就是我们要更改一下我们系统的一个语言，让这个伪装程度更好一些。那我们先来到谷歌浏览器，然后点击右上角，点击设置，找到语言，我们把这2个中文给删掉，并且添加上这个英语。我们再次来到谷歌邮箱，然后创建个人用途的账号，然后点击这个简体中文，找到咱们英文，再重复刚刚的流程，把自己的姓和名添加上去，年月日出生设置好，把这个邮箱名称填写好设置好，密码要记得。然后我这里要提醒一点，就是即使你在注册这个环节绕过了这个手机验证以及邮箱验证，但是当你后面使用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邮箱也会被炸掉的。所以说等各位申请完以后，记得把这个电话号码以及邮箱给补充上去，把它绑定，以防你的这个账号被盗。那么我不大说一下，来到我们谷歌账号的后台，然后这里它就会提醒你这边需要一个安全辅助，你可以点击一下这个添加号码，那么你这里就可以选择这个中国了。然后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辅助邮箱给添加上，
如果说各位你尝试了各种方法，你还是申请不下来，那我到这一个环节的话，我建议大家你们去买一个就好了。你们去淘宝啊，去小红书啊，或者说在油管上你去买一个就好了。你们后面要做业务做副业，不要为了这件小事而被卡住。那么各位在申请这个邮箱的时候，如果说你们那边有遇到什么困难，你们可以在评论区去留言，我看到我会及时回复。然后后续我会分享更多自媒体网络平台一些注册呀、设置呀，以及内容营销的一些教程。希望我分享内容能够帮大家勇敢的走出副业第一步。OK， 我是阿普，我们下期见。